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啊！不好意思啊，晚了大概1分钟的时间了，因为刚刚电脑突然给它宕机了。啊，老师回台湾了哈，这次回台湾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历史的现象，什么呢？什么历史现象呢？老师这次啊，带着前女友跟他的小孩啊，我们去了上海，也去了西安了，去了很多地方。我就发现啊，以前为什么乾隆不能够六下江南之后啊，那个朝野要反对乾隆继续下江南巡查？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巡查花很多钱呐、哦，一天就花很多钱呐、真是可怕，好不好？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啊，这个真的是旅游有限的啊，不能够说什么都给他玩下去哦，这个有点可怕，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呢，看一下各位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谈的事情是比较多的。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去做一些延伸，好吗？奇怪，我觉得今天的数字怎么怪怪的啊？我看一下哈，这个 OK 好，不管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我们老师的这个内容哈。好，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哈。那首先来讲，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美伊战争。美伊战争啊，现在进行到一个状况，很多的专家都在猜啊，美国可能不见得会真正的去打，还是需要以武力来去恫吓，然后让这个美国能够得到了里子跟面子，因为他说他要消除掉这个伊朗所谓的核武器。伊朗有没有核武器啊？其实还是一句话，对美国的影响度是不是很高的？因为毕竟什么？因为北韩它也有可能有核武器的嘛。那根据老师在这个丹东地区啊，还有美国还有中国的边境地区啊，有一些朝鲜族的这些贵客啊，他们就说，他们以前就已经听过很多那种地名式的震动性啊，那感觉好像核试爆。那所以说啊，那朝鲜他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核武器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比较我们主观去看到他可能已经有核武器了。那他既然有核武器呢，为什么其他的人，就比如说中国啊，或者是在美国啊，没有对这个北韩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呢，北韩它能够去有核武器啊，它只能够是说它对南韩产生的威慑，而南韩又是它自己的同文同种啊，基本上你去攻击它的概率也是极低的，所以说它只能说永和之重，但是你对它经济的封锁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北韩啊，就是以前的整个朝鲜王朝啊。基本上啊，它的一个土地是非常贫乏的，包含南韩也是一样哈。基本上农业自给自足率啊极低，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靠腌制品来去维生的。那这个是一个不能说他们文化好或不好，只能说它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民族生存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啊，你就算有了核武器啊，本身你也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以跟其他国家抗衡。只要中国一个不开心啊，随时灭了北韩的都是可以，但是中国也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但是穆斯林世界就不一样了。那穆斯林世界一旦有了核武器啊，那么大家就有可能以这个伊朗啊当做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算是一个中间的抱团取暖的这种核心点。也就是说呢，伊朗它本身啊是有使用核武器的动机，也有使用核武器的能力的时候啊，那么整个世界就会非常的忌惮穆斯林的再次崛起。这个穆斯林啊，它跟其他的一个种族比较不一样啊，它是一个比较偏向的精神领袖的、精神领导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族，所以是说啊，你只要一成为了穆斯林啊，那你其他的种族不一样的，比如说你马来人啊，或者是印尼人啊，他本身就不是属于这种中东的一个种族，但是因为穆斯林宗教的关系啊，就有可能站作堆啊，你可能会一方面站队，所以说全世界尤其是这个欧美这种种族啊，他们特别忌惮穆斯林。那中国比较还好，因为中国本身就有新疆就有穆斯林了，对不对？还有维吾尔族也都是穆斯林，所以中国已经抓到了怎么跟这些维吾尔族啊或者这些穆斯林啊相处的方法。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啊，中国对穆斯林的控制啊是比较低的，那穆斯林本身对穆斯林的控制啊也比较低的，所以说啊，你在这个维吾尔族啊，或者是在这个新疆的回族地区啊，你说他们强制是说啊，你一定要照着回教的这些规定啊，其实是比较难的啊，不容易啊，因为他可以选择你是回族的，但是他可以选择不信奉穆斯林。你在这个中国里面啊，它是合法的。比如这老师这次去那个陕西的那个回回街啊，就是回教保护的一个商业街。虽然是街啊，但是呢，整体的这个回回街啊，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哈。这个回回街里面啊，大概就4样东西啊，biang面啦、劲糕啦，或者烤串啦、烤那个什么羊肉串啦，还有一个什么肉夹馍，这大概是4项啊，大概也没有什么其他，整条街大概都重复的4项，很长啊，那几百米的街道大概都重复的4项吃的哦，这为大宗了，其他就是冰淇淋，一些很少项。
但是这也代表什么呢？你在这些回回的一些餐厅里面上班的，你不见得是回回族啊，比如说老师有去金沙街等等之类的啊，他可能是汉族人啊，他只是戴了回回的帽子，代表他们的商店的一个特色。所以在中国啊，你的宗教自由度是非常高的啊。虽然老师的行业在中国发展基本上是寸步难行，但是啊，其实这样子的方法，我觉得才是一个真正宗教自由的一个方法啊。你可以选择你自己要信奉的宗教，而宗教不能够太大张旗鼓在社会上去控制你啊。这个不迷信啊，我觉得是比较符合这种宗教跟这个社会的世俗关系的一个模式。但是其他地方不一样哈，你在其他中东地区啊，或者其他的回教地区啊，你不信奉回教啊，你简直是招来灭顶之灾。那么在这个半强制，然后半这个精神统一的状况之下，那么你有了核武器啊，对世界来说都会很害怕，因为我强可以，你强不行啊，这个是一个竞争法则，没有说你防止别人去变强啊，防止其他种族超过你是一个坏事哦，不是这样啊，这个其实就各自有各自的考量。我们看事情不要只看我们道德底线是或非，而是看就是说你种族在竞争的时候啊，它会呈现什么样的多样性。而在这个状况，其实我们最需要去讨论一个核心关键是什么呢？目前呢，美军已经在中东地区啊建立了什么？可以说是可以在整个态势里面达到了空前规模及在持续强化的战略后勤网络，它的物资的运输的强度啊，已经超越日常的威慑，就是以前你要在某个地方啊进行了一个军事威慑，它已经超越这个很大的状况了。所以是说啊，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是说，我们在所有的直播里面讨论到的。我们要判断这个国际局势会不会有重大变更，或者这个战争会不会大量的爆发，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它的后勤资源有没有在处理。所以老师之前在看我们的乌俄之战的时候，我说乌克兰它一定是节节败退的。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它让前面这些佣兵打下来之后，后面它的正规军以100万层级的去招募的时候，代表是说它要不断的建立它的一个后勤的一个固守的阵地。所以说呢，基本上你要夺回去你基本上是很难的，因为乌克兰它要面对的是所谓的佣兵不要命的打击，而且不用负责任的攻击，它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样的约束力，它就是一个佣兵集团，你知道吗？他就是直接负责打下来就对了，什么手段不在乎，你就是打就对了。但是你要打回去，你想反应完之后，你想打回去俄罗斯所占领的这些地方啊，那就非常困难，因为它变成有正规军的方法来去建立了这个联守防线的时候啊。那后面的运输啊、人员啊、物资啊，都可以源源不断的运输的时候啊，你要打回来就很难啊，这个是非常难的状况。这个我们可以讲到一些中国的一些观念，什么观念呢？各位你要知道，以前在我们的武侠小说啊，无论是你有屠龙刀啊、倚天剑啊，或者我们电影绣春刀这些想讲那些武侠恩怨啊等等快意恩仇啊，你都觉得这些武侠很厉害，一定可以一人挡百人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是可以这么想，但是实际上面啊，你这些武侠你遇到一个正规军的小队就好了，我们不要说中队我们说小队。小队是什么呢？你3人成一个小队啊，3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小队，3到5人成为一个小队是可以的。你遇到一个穿到完全的军事化的铠甲的防御性点满的这些军事团体的时候啊，3个人打掉你这个所谓的绝世武功高手啊，那是绝对可以干到的事情，因为人家的防御力跟人家的组织化的行动啊，不是你可以去想象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它已经建立了后面这么强大的一个后勤补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所有的军事的设施跟军事的一些补给，还有他们身上穿的甲还有一些战术、一些补给啊，都非常完善的时候啊，这个战争能不打就比较难了。我们必须这么去看，因为运输补给做完了，他花了国力啊，花了这些公帑啊，就如潮水般涌入。所以汉武帝到最后为什么他必须下罪己招，而不是说他只有他的军队损失而已，他连后勤部队都损失了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损失啊，因为你前面的精锐损失完了，那你后面可能还可以再训练，但是如果你前面的大部队跟后面的补给部队都消耗掉的时候啊，你除了下罪己招之外，你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维持你自己统治的正当性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它运输已经可以看到说，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运输就是它现在出去的部队做运输，而是它进行了大量的精密导弹部件就是它所有的一些维修设施、战区的防空系统，比如说爱国者或萨德的这些组件，以及维持高强度的空战所需要的燃油储备，都已经运到了这些这个伊朗的那个海域上面附近，所以它明显的就已经成为它要长期做攻防的弹药补给跟所有装备的一些维修所需要的。而且它还是怎么样呢？它的卡塔尔里面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啊，是美军中东最大的基地跟前沿指挥中心。
还有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约旦的穆沃法克它的一个基地啊，都已经开始装备了这些军事设施啊。所以说啊，它还有包含印度洋的迪戈加亚的基地啊，作为关键的后勤的枢纽。所以说，它所有的物资、所有的航母所需要的、打击机所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说，这个仗它如果不打，那么你前方的将士能不能接受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对军人来说啊，军人是什么呢？军人我们讲很简单名称就是鹰犬啊，就是猎人所需要的鹰犬。所以军人就是鹰犬。鹰犬要出去，他就不要无功而返。无功而返，他对这个整个士气啊，或者对整个军人的建功立业的决心啊，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基本上我们去看是说，这个战备都打下去了，如果你不打，那么军方就不一定会去接受特朗普你统治的正当性。好，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看的，不是只有军队在这边。军队虽然是被驱动的鹰犬，但是他有没有可能鹰转过头来叼了主人的眼珠子？狼转过来去咬了主人的大腿，好，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能不打那就很难了啊！除非是伊朗直接认怂，我直接是给你半投降的状态之下，交出我所有的核燃料，那么你师出无名了，那自然而然他就可能撤军。但是目前来看是比较难的啊，比较难的。但是伊朗依照这个状况之下，他们能够打多久呢？目前的补给来看呢，你打个2-3个月，好，他是美军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打算的储备力量，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值得去担心的地方。那么这个事情啊，对于伊朗来说，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当然我们之前有谈过哈，那伊朗它有2000枚的中程导弹，它虽然可以覆盖说美军基地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它可以直接去打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就变成是说它非常紧张，因为美军如果不打，那挨打就是他，因为他就没有办法是说控制中东地区了，因为伊朗的导弹就很强大。但是呢，如果你是说这大家可以谈完了谈成政治上的胜利了，那你也不能够保证伊朗不会继续研发核武，对不对？它还是可以，现在是已经到浓度已经60%了嘛，它只要再花2周的时间，它就可以变成90%，突破到可以做成核武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后面的推手就不是特朗普，而是后面的推手其实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坚决的一定是希望这次如果能够把伊朗打掉，那么其他的对手就不是对手。伊朗就只要被打垮了，那后面的埃及啊，或者叙利亚，或者是哪怕是其他的约旦呢，都是什么？都是弟弟啊，他都不看在眼里。但是问题就是伊朗他没有这么容易被打败，所以这个事情啊，其实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我们值得去争议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美国现在是选举年你打了，那当然民意可能会反弹，因为美国百姓普遍我们不能说全部人那普遍都是反战的，因为你战争一打，百业凋敝这个是任何国家都会遇到一个事情。你只要发动战争了，对这个国家通常都是伤害。所以说兵者国之大事这个东西是我们老祖宗就已经说过了，它不可不胜。但是你只要一打，无论你胜败，你都是损失的。不然的话，汉武帝说最几招了，对不对？打到后面国力空虚了嘛，文景之治累积下来，所有东西都被他耗完了，对不对？那你后面又面临到其他的一个影响，不只是巫蛊之祸其实最主要是国力都打完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他自己是不是也是说必然要打这个仗呢？当然也是有反对意见，比如是说呢，他这个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也反对福特号的航母去部署的期限，觉得你过去时间到就应该撤回来，那你要换其他人去嘛，是不是？那这个状况其实美军后面也有再去想这些事情，但是实际上你箭在弦上就容易造成不得不发的状况，所以这个世界的上面的影响程度各位一定要去注意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态势虽然我们远在亚洲可能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它控制了世界上的原油，还有就是说它对于黄金或白银这些相关的问题会有显著的影响不是只有是说经济因为其实你大战一打开来，又是中东又是产油国这个影响程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会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会面临到停滞性的3年到5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仗能不打当然是不打是比较好，但是目前来看美军是要打的，好吧？这个是要去看的，好吗？好，我们现在看其他的问题大家好，大家新年快蔡正也不断坚持说大陆就是怂，根本不敢武力犯台。这个其实不是怎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就是自己的看法而已，好吧？我们在看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每一个人，甚至是我的说法，你当成一个绝对，因为个案不显示的它是通例，好不好？这个个案是个案，通例是通例，他就算讲对或讲错，其实也不会对整个世界产生任何影响。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看
去无存菁。那我们看到他分析的有理有据的部分，那我们也可以看他嬉笑怒骂的部分。好，这个其实不用评论对错，或是他讲的就是一定性的指标，没有任何人讲话都没有一定性的指标，你才是那个自己的指标，你判断出来的结果就是你人生依循的方向。所以老师其中有个师傅是什么？他一直跟老师耳提面命啊，这是真的，而且他是香港师傅，他就一直跟我讲，思想是人生的道路。这个是香港师傅哦，我非常害怕他，因为他实在是不讲理，不讲理到一个极点啊。那个香港人真的是my God， 太可怕了，这对我影响很大了。他这个老师这个师傅对我影响很大，但是呢，我自始至终都是害怕他的这太可怕了。所以现在去香港的时候，我都有心理阴影，在路上如果遇到他，我会被他叫出来骂一顿，我非常害怕。我现在尽量少去香港，好吧，不要叫我去香港，我怕遇到他。香港这么小，被他碰到我就死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是后话了，所以说基本上不用太在意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好吧？来感谢各位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东西，因为今天讲的实在很多，我怕讲不完接下来我看到中日之间，日本现在如我们所预料高市早苗基本上是压倒性的胜利这个是跟我们所评估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这个之后他当然就是要把他的自卫队写进了宪法里面。那我觉得是说呢，他现在做的方法基本上还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统治的正当性。那目前为止呢，他也取得了他一定的正当性，因为他后面要去做的首相的选举基本上也是算是水到渠成的，因为大家只会跟着胜利者走，而不是跟着是非对错走。各位是知道一件事情，政治永远跟的是有势力的人去走，有资源有势力的走，不是根据这个人的是非对错比如说日本人他有一个喜剧演员转从政的三连太郎他就算他讲的有理有据，但是呢，他基本上对时政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手上没有资源。如果你有资源，你有势力，那么你说这个屁是香的，大家都会觉得你讲是对。指鹿为马这个事情历朝历代不是只有在大秦帝国才有指鹿为马的一个事情，在任何的朝代，任何的古代到现代，政治它本身就是一个指鹿为马的朝堂。谁有势力，谁有资源，那他讲的话就是真理，对不对？因为历史是为谁书写的？历史是为胜利者所书写的。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除了晋朝那个晋朝魏晋之间的晋朝它的历史比较难写之外，因为得位不正那这其他的地方来讲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历史的演发，它就是所谓的一个指鹿为马的一个状态，胜利者来去书写所以说呢，像老师这次有去看那个所谓的《长恨歌》的一个剧场。对不对？我们看到安史之乱，那安禄山起兵谋反，对不对？这个罪不容赦了。但是他如果赢了，他就是改朝换代了，对不对？他就变成安禄山之朝，安朝，是不是？那他就是正确的。但是可惜是唐朝赢了之后，他就变成安史之乱，他是乱，不是起义，是乱，对，为胜利者书写的。所以说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问题就在于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实质性的跟中国做一个最有底气的抗衡，还是他只能图个嘴痛快，然后牺牲了百姓呢？这个我们要去明白一件事情，日本是一个比较有服从性的一种族这个从古至今都是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它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大部分都是极其恶劣的。到日本的各个地方它生活环境极其恶劣，日本可耕种的土地是极其稀少的，你不能够做出来很大产量，即使能够耕种，你也没有很大的产量。它其实是一个生活非常艰难的种族，所以它必须要透过这些大名、这些贵族、这些将军们的庇护，它才能够有基本的让你自己可以活下来的机会的可能性。无论在历朝历代都是一样你追随的强者，追随的强权，那是因为它可以给你基本性的保护，最基本的保护。所以说呢，我们会追随它。比如说日本，它在之前为什么没有这么多的熊灾？因为之前没有这么多熊灾的时候，是因为日本的政府是有给这个什么猎熊协会和猎人协会，就给他一笔钱，让这些猎熊的猎人到处去狩猎这些跑出来的一些日本熊日本棕熊还是什么熊的之类的。所以之前没有这个熊灾，那但是现在你已经把这个预算砍成你宰了一条熊，而且你必须要拿木棍去敲晕它。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人家怎么去打？那你没有了资源了，那你后面的熊就开始出来作乱了。所以说，就代表是说，政府它的最大用处就是保护百姓最低的平安水准。不能保护最低平安水准的时候，那老百姓就会受到一些生存上的压力。但是这个还不足以影响到他的统治的正当性这我们要去知道。所以反过来看它军事上面有没有办法跟中国去对抗呢？目前为止几乎是不可能。老师知道，老师这里开这一段时间很多的一些台湾的一些有趣的媒体这些先有那种真知灼见的媒体或是这些所谓的讲师或是一些名嘴他们认为说这个时候是什么？台日关系非常稳固的时候，那这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那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有什么事呢？各位，日本能够有什么事？它这当然是有大事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知道，就光军事上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难以去抗衡的一个地方。各位去理解。我讲个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日本如果它要发生任何事端，它一定是跟东部战区啊，中国东部战区所去做影响的。目前呢，解放军啊，整个的服役人员呢，是200万人，200万个解放军。那么你东部战区啊，随时去抽调个20-30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各个战区去抽调20-30万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它分布在东西南北中嘛，是不是？但是日本的自卫队总共有多少人呢？日本自卫队总共有24到25万人，等于说你的人数上就已经非常悬殊了。但是打仗靠的是人数吗？数人头吗？当然也不是。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中国的现役解放军虽然是200万人，但是在民间里面的这一些退役的士兵啊，随时随地再征召个100万人，那真的是易如反掌。我老师可以这么讲，那是易如反掌的一个事情。甚至如果你把它放宽到35岁以下，你抽调到几百万大军直接进入服役，而且都是训练过的。你重新训练他，只是把他的体力训练回来，但是他的战斗的直觉或什么东西的，你要去补足他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中国解放军200万人是留下200万的精锐，而不是200万的人数啊，这个是有差。但日本所有的25万人，你要一半给后勤，一半再剩下的一半再给一般兵，然后剩下的最后的1/4才是有可能有战斗能力的。所以这个比起来大概就几万人。而在主要状况之下，你打陆地战争更是有趣的。好，打陆地战争，如果真的是说你再来一次一个中日战争的话，陆地战争基本上就是一个笑话。为什么？因为你日本现在的坦克有多少辆呢？说个实在话的吧，他现在日本的坦克就只有500辆，好吧，就500辆战车，而且它还不是真正的战车，它是一个这个什么算是一个装甲车，还不到一个坦克车那种大型坦克的虎式坦克那么大的威力。它只有14坦克为主，就是高阶一点的装甲车，500辆啊，其他的没有了。你怎么去跟中国去打呢？这个路上你也不要说你要进攻不要说进攻中国了，才嘴巴打结，就光你要去防守你本土啊，基本上就已经有很大的难度了，好吧？这个军事力你。真的是，在我看到这些说辞，我都觉得，你有这个想法很好啊，但是你自己要去做，你500辆坦克你能干嘛呢？打别人打不了，守自己也守不住，你要怎么去做呢？是不是？这实在太有离谱的状况。那么海军呢？日本甲午海战把大清朝打了个七零八落，是不是？那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是说，目前的日本的海军有8艘宙斯级的一个盾舰，还有它先进的常规的潜舰，比如说叫做大鲸级，反潜能力强。但是呢，它的数量是有限的啊，数量是有限的，质量高，但是它的数量低，所以说呢，它也没有足够的一些作战经验。但是中国它本身055盾大驱、052D 的驱逐舰，还有东风21D 反舰弹道的这些攻击力，就已经可以把它现在所有的宙斯级全部把它打掉。但是它有反潜的一些。比如是说，它有反潜的空警500、轰6K 等等之类的一些属性，你日本在海下的这些潜艇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海军部分呢，你也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那么空军有没有办法呢？空军啊，日本当然是比较强大的，因为它有 F-35A 跟 B 有100架100架，那还有 F-15J 质量高，但是这些东西呢，我们就讲简单一点的，我们把它提升到200架。你也没有办法跟中国的空军去做抗衡，因为人家是自产自销，所有的零配件都自己都有。空军这个是损耗度极高的一个军种，所以说为什么美国它去准备这些航空母舰所需要所有的原物料，包含维修设备，就是因为你飞出去飞回来，无论你有没有攻击到人，无论你有没有被攻击被打或打人都没有做，就光你出去绕一圈下来，你就需要修，就这么简单。空军就是损耗这么高，零部件用一次一回抛，用完就得丢，用完就得丢了啊，那你就得换了，要去检查，有一点点小瑕疵，哪怕焦了一点，对不对？你都得把它丢掉，或是有点划痕，你也得丢掉。这就是这种高科技军事实力的一个地方。但是你有没有这些零部件呢？就有困难。那中国有没有呢？中国也有中国它全部都自产自销的，所有的零配件源源不绝在前线。而且包含就是中国它本身自己的内勤系统非常的完整，就不要说什么了，就说它的一个高铁组织网吧，你什么东西可以从东部到西部，你怎么样去补给都可以去打到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日本当时为什么要攻击美国珍珠港？
珍珠港的事件，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那个美国对它进行了石油封锁，说它必须要去赶快的孤注一掷。那日本为什么喜欢孤注一掷呢？因为他对大清的海战孤注一掷成功了，他对这个七七卢沟桥事变孤注一掷成功了，所以说呢，他们会很习惯的 all in 啊。日本这个领导阶层，他们喜欢 all in。全力把它凹下去，那不是赢就是输啊，不是赢就是更加的胜利。但是这种状况啊，你赢个一两次是一个时势所然啊，就有这个几率。但是你面对现在鸡蛋碰石头啊，那就很难的。这个就变成形成一个这种什么东西的赌徒效应。这个赌徒啊，哪怕他已经剩下筹码越再少啊，就是你只剩下翻本，你根本就不基本上你必须借钱来翻本了，但你还是会选择翻，因为你确定你下一次一定可以成功。因为我前面输这么多次了，那么我按照概率来讲，我下一次是不是就会赢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哪一个人打牌，哪一个人赌博是为了输去的，都是认为我下一把一定会赢，哪怕我这把输了，我下一把一定会赢，哪怕我今天输了，我明天一定会赢。哪一个打牌，打一个赌博，不是为了是说我要赢，难道就是为了我要输吗？我还跟你讲，真的有人去打牌是为了输的。好，所以以前跟过一个老板了，就怎么样呢？他去打牌就是决定的就是要输的。打牌会赢啊，他赢少的啊，屁胡他会赢，但是呢，要输呢，他会让别人输大的。为什么？因为下面人陪他打牌的都是他的业务员，都是他的一些他们 sales， 都是他所要的一些干部，所以说他打牌就是为了输钱，对不对？他到下面赢得开心了，然后他讲话，接在业务上讲话，别人就会听，因为跟着你有肉吃嘛，是不是？大家也是不是知道他牌技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呢，跟老板在一起啊，他会输钱给我，我乐于跟你玩，更乐于跟你相处，因为我觉得我在你身上可以得到好处。各位老师一样，所以说还是有人奔着输钱去的，那是因为他会输的，他是被控制住的输。但是日本可以输的东西不多，但是他是希望我能够孤注一掷之后，我还能够获得成功。好，所以我们去知道，这日本其实是一个要考虑它整体的民族性跟它一个想法。你说美国会不会孤注一掷去形成一个成功？他不会，觉得时机不好他就撤了。比如说阿富汗。对不对？比如说越战，比如说韩战，我真的觉得我打下去，我损失高过于我的收益的时候，老子不干了，老子就不干了，因为干下去干嘛呢？对不对？我可以用个很好的名目我就收了，但日本不会。好，日本打到后面，那是因为很多人还是跟老师辩驳，是因为美国两颗原子弹，那个其实那是其次，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如果还不能收拾掉日本，让日本投降，那么俄罗斯的那时候苏联的。他的坦克就准备从日本北方开始登陆。那日本最难的就是他的陆上战争啊，一亿玉碎，你在这美军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美国人爱看秀米亚嘛，他是这个命比较值钱。但是你让俄罗斯的一个算是说苏联当时的钢铁洪流一旦登陆啊，那些都是虎狼之师。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正在风头上嘛，打赢了德国，对不对？他们的整个士气、战力跟所有的经验都在顶峰的时候，他只要一登陆日本全完蛋，绝对被碾成渣渣都不剩，就变成渣渣灰了，你知道吗？渣渣变成灰了，那是完全没法抵抗的，所以他必须投降。那是日本天皇的高智慧。那个他们的所有参谋都还想再继续战一卡，但是呢，天皇他是有智慧的，虽然他当时是战败，但是呢，他知道他怎么样该去止损，怎么样该对日本的国民去负责。这个东西啊，我们必须给这个天皇啊，当时的天皇啊，给他一个崇高的敬意，因为呢，他真的是做出最重要的决定，他保住日本现在的命脉，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那有人就说，那你老师你讲这个东西针对日本，那日本怎么可能自己来呢？日本跟美国关系这么好，那美军一定会介入嘛？美军在加索纳基地的这些体量，你也没办法去跟中国去抗衡啊，因为他的远道而来，跟别人是就地利之便，你怎么去打呢？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美军如果参战啊，对于美军来讲，它是一个极大的损失。那么美国人这么会做生意，他会让自己损失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说不对，老师讲还是错，因为如果失去日本的美国第一岛链就完蛋了，而你第一岛链本来就已经完蛋了，你不要假设第一岛链还存在，你想都不要想。现在只有地缘政治的复杂化，而没有所谓的是说你第一岛链还存不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中国已经让你第一岛链消失于无形了，就像我们现在海峡中线。这早就已经没有了嘛，对不对？现在谁还讲海峡中线呢？5、6年前老师就跟各位讲过，海峡中线基本上就是一个幌子。你金门、马祖、高登、亮岛都在海峡中线那边，那你怎么跟他打？都在海峡中线的西边，那人家是不是可以对你火力覆盖？是不是？你在那边存在根本就不合理啊！
是不是？人家愿意尊重你，那是人家的想法；人家不尊重你，那你也就完蛋，对人家要不要的一个问题了。所以现在目前中日的局势啊，其实日本他现在还在想是说，是不是可以慢慢的蚕食，慢慢的去把它自己合理化。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性，就是说威胁他们自己的一个所有的经济跟金融上面的问题。为什么呢？很多人说老师你不了解日本的强大，日本的强大我当然是略有耳闻了，我们不能说我非常了解。那比如说日本在光刻胶或者一些特定的领域上面还是非常强大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实点啊，这个是真的一个状况。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在于日本的这些原物料啊，它是一个很强大，这占全世界95%以上的，比如光刻胶这些东西的，好，他们在95%以上的市占率。但是各位要去明白，它的一些光刻胶啊，它这些高科技的这些原物料啊，它的最主要的一些材料制成的材料啊，还在中国手上。因为中国它有稀土跟银石这些关键的原物料，所以说呢，日本需要中国的原物料才能够制造它自己的光刻胶或者其他所要的科技设备，它才能够去拥有这世界上极高的第一的市占率。所以说你就变成很争议的一点在哪里呢？日本东西的确是很多东西是在世界第一，但是它的世界第一里面有个前提，第一个它是必须中国的原料来去生产这些世界第一，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世界第一啊，35%到50%是卖给中国的，所以说你要去特别去什么对中国去下达这个科技的制裁，那么中国也可以反制裁，因为你只要制裁它，中国得不到，其他国家也拿不到。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你让中国得不到光刻胶或其他的东西，那中国就直接断供你稀土，所有的稀土不是军民两用而已的，好，就直接断供你所有稀土，那你连光刻胶纯民用，那你也不能拿到的时候，那么请问一下，那你的世界第一的空间在哪里？那你也卖不去给中国，因为你进攻中国嘛，你35%到50%的这些市场你也就消失了。那就算你有武士道精神，那你也经不起这么耗，因为不是只有这些世界第一的需要稀土，其他的小工业也需要稀土，那么你还拿不到，那你是不是就变成是说你所有一切都白搭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就变成是说，中国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是说摆脱日本的制造的产品的依赖，日本也不能摆脱中国，这两个地方在科技产品上面呢是互相依赖的。经济方面也是互相依赖的，但是中国它有强大的一个自给自足的能力，比如它现在有一些的光刻胶是已经可以通过的使用啊，可以去运行的。那个日本光刻胶如果断供了，那么中国14奈米以下的这些半导体啊，就产生制造上的一些压力啊。所以这个部分啊，就变成是说经济跟金融啊，其实中国还占有利的地方，但6:4吧，中国还是继续到有利的地方。所以日本你现在继续怎么去做？就关于中国要封锁日本多久？中国只要封锁日本够久，那么日本的经济自然不战就垮了。但是即使不战就垮，日本还会继续坚持要去对中抗战，还是会坚持啊，这个是他们民族性，然后就是越苦他越要坚持。比如说你看那个丰臣秀吉以前就是织田信长他本身的小弟，但是他坚持多久，他就觉得他会胜利，所以他再苦他都会坚持。比如说日本之前的二战啊，吃太阳饭。对不对？他一个米饭里面加一个酸梅，好太阳饭，他能不能坚持了好久，是不是？所以他们还是会坚持，但是呢，他们的竞争力就变低了。到最后，日本就容易迈向了什么？迈向了菲律宾化啊！你所有的一些优势啊，就在时间里面呢被磨损掉。那么你后面要继续做什么事情就非常难。说基本上，你对中日之间对抗啊，那日本不是歼敌1000自损800，而是歼敌1000呢自损2000到3000。因为日本所需要的东西啊，远比中国需要日本的东西来得多啊，这个是我们要去理解的一个状况，好吗？所以中日之间，你说他能不能帮助台湾？基本上日本也没那么傻了，帮台湾他不知道自己完蛋嘛？我现在要的是我自己的合法性，而不是我要占领的，我要你台湾什么东西啊？台湾什么东西对日本来讲没有真正的所要的必要性啊，这个是我们必须去理解的，好吗？好，我们看一下各位什么了？刚刚最近水野道的渔船听起来非常搞事也没用了，说真的，好吗？蔡正元是什么咖？蔡正元他就是个名嘴，他是博士，要说他蔡真博士嘛，好不好？这都这样，好吗？大家晚安哈，大家晚安。所以说那我们去下一个题目，因为我们最近题目比较多我们要赶快把它讲完，不然真的会讲不完。所以我们在看到后面最近发生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2月9号的时候吧，2月9号就老师出去玩就没几天。法国旗下的一个单位啊，由他们总统的前顾问，然后叫做什么科莱芒伯恩所领导的，他发出一个战略的报告尤其是法国总统也是在这边的，怎么样呢？他希望让欧盟去怎么样去对中国
的进口商品啊，全面加征30%的关税，也就是特朗普的最低关税制啊，它就变成了欧盟版的，而且它这个欧盟版的是只针对中国的版本采取无差别、无豁免、一刀切的方式。那么当然这个是还没有付诸行动的，但是法国总统是比较倾向于说这个东西应该去做的，因为他们要禁止中国对欧盟他们的经济上面的掠夺。但是呢，他有没有成真呢？目前是没有办法的目前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德国总理那个默克尔他已经公开反对他们觉得这不符合自由贸易的原则。而且说实在，这个也违反 WTO 的一些规定。如果连欧盟都不做 WTO 就是中国在遵守，那么一旦中国不遵守那么世界上就大乱了。现在世界经济还能够维持勉勉强强的可以温饱的稳定，那是因为中国它还在遵守国际秩序。我们说个很实在的事情，因为中国它占领全世界的工业产品26%到27%，它如果不接受这些规定的话，它直接倾销。我告诉你，这个欧美所有的经济体制都会产生一个极大的混乱。你不能说他们撑不住，但是也不容易活下来。这个是一个现实。所以说，你如果欧盟如果同意了法国这样子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无差别的、一刀切的30%的关税，那么就等同你现在国际秩序是完全没有人愿意遵守的。因为三大强权里面就包含欧洲、美国跟中国这三大强权，你都已经没有共识了，大家都不照规章制度来了。WTO 也形同摆设了。那么中国要做什么事情，你就很难控制。他一旦不控制，你就完蛋了，这是一个现实的状况。他们这个报告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他们认为同样的商品在中国生产成本比欧盟低30%到40%，所以说中国的电动车、电力、电池、工业机器人这些东西就让法国没有竞争力。所以他这个方法是认为是说，你提高关税那让你可以抹平这些成本的差距。各位你要去记得，老师跟各位去讲的，为什么中国你难以击败的原因是在这地方，那就是因为你的人工成本没有这么高，你的通货膨胀没有这么高，你的社会福利制度没有那么夸张，不工作都给你钱花，所以是说他有余力去保卫百姓最低标准的生存之外，他还可以做出一个所谓的一些比较低价的一些制品，因为你们给他的汇率，给他的这些资本上的打压，那中国的东西是卖不贵的。那既然卖不贵，那么到你们这边就便宜，你们便宜当然就是得到好处嘛，是不是？这个老师跟各位一直讲过，为什么中国不容易在这个所谓的贸易战里面去落败，原因就在于是说，他都自产自销了，成本就在这里，他们自己先内卷掉了。中国的经济，你要各位去看懂一件事情，中国的经济就跟鲨鱼去怀孕是一样的。鲨鱼在怀孕的时候那个小鲨鱼是在母鲨鱼的肚子里去破壳而出的，然后在里面互相厮杀，赢下来的人再出去。中国经济就是这样，他们自己人就先互相倾轧了，对不对？你这中国人很多，是不是？那但是你厂商之间互相的倾轧之后剩下赢的人他可以出圈，其他都倒闭了。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好了，中国这次老师去看的时候也考察到很多的店面，比如说呢，他们有的奶茶店比如说有霸王茶姬比如说有古茗比如说有蜜雪冰城还有星巴克等等之类这些品牌。这些品牌的状况之下，是代表中国有这么多人在喝奶茶，所以说你只要开奶茶店，你一定挣钱，你再不起，你保本没有什么问题吧？因为这些品牌效应会让你是说，大家普遍的愿意接受22块、23块甚至30块以上的奶茶，包含了那个所谓的瑞幸咖啡那买一杯咖啡他妈20多块人民币，我说他妈的我真的喝不起，我就买浓缩包回来加。我不喝大的，我喝过一杯现磨的，那次没办法，在商场陪前女友逛街，没办法，我只好自己买一杯因为当时没办法泡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是说，你见了这么多人，那么你开奶茶店会赚钱吗？答案是不会的开奶茶店的，你没有这些品牌力的，你99%你都会阵亡，哪怕你自己开个新品牌，你都会阵亡。对不对？为什么呢？这么几个品牌可以占领中国全部市场吗？我还跟你讲真的，他们至少占了中国60%到70%的市场，剩下30%是百家争鸣。那你开一个死一个，那是确实的。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后面有资本的撑腰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但后面还是有资本的撑腰。人家一展店，那是展个成百上千间店，你一展店展个1间，然后下个月倒闭那你跟人家比吗？那不能嘛。所以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自己内卷完了，然后呢，你要去跟他竞争，自然是不容易的，因为人家成本所有东西都已经打底打足了，设备做好了，不容易。
那么中国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反制呢？虽然它还没有付诸实行，但是中国就直接打消你这个想法，而且呢已经做了明确的反制。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法国，它是9号出报告的，但是中国呢在2月13号啊，就是前天，他就已经宣布了对相关欧盟的乳制品征收7.4%到11.7%的反补贴税，而且实施期限为5年。然后是5年，当然中国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情而反对的？其实我认为是不是？但是他牌已经准备好了，你打算出什么牌，我就打算出什么牌。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它没有所谓的一个直接选举的弊端，直接选举是个弊端，我必须跟各位去讲。你不能让贩夫走卒跟博士去做同样的决定，这个是在选举上本身就有盲点的地方。贩夫走卒他要的是现在，那你今天知识分子他要的是未来，那两个东西不能一样，对不对？但也不能说是博士或者他们就是可以决定国家未来，只是你思考基础点没办法统一的时候，你做直接民选它是一个错误你不能说大家都很笨的时候，那当然就可以民选，但是现在不是你部落可以民选，因为他们靠武力嘛，你谁武力强，然后军医化的状况。每个都是猎人，那推出一个最强的猎人，那可不可以？那可以，但是政治现在真的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对这个所谓的反补贴的一个调查是在2024年的8月，就前年了，好不好？前年了，2024年就是前年了，知道吗？在2026年了。所以说它程序上是有8万多页8万多页的一些报告，而且它完全依据了世贸规则跟中国的国内法，它去了解的是说，你包含了什么牛奶、奶油还有乳酪等。中国却从欧盟每一年，比如说2025年从中国进口了5.63亿美元的这些相关制品，而这些制品法国是最大的，因为它里面有1.972亿美元是法国的，后面才是意大利、荷兰跟丹麦还有这些欧盟国家。那么为什么对这些的去做这些反制裁呢？那是因为这其实在欧洲的酪农业是大量的接受到政府的补助无论是你是什么样的大中小型的农业，都受到这个是欧盟政府相关补助，那是他们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政策，对他们基础的农业是有些保护的，这对不对？我们不谈论对不对，好吧？对不对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这个事情上实际是有的。而当你国家是进行了长期的补助的时候，那么就造成了这个贸易的不公平。那按照 WTO 的原则，的确它是可以是说你要做出一个对等的制裁这个是有的。那你说中国有没有补贴那些所谓的新能源车什么东西的？补贴我相信也是有的，那就看你怎么去打嘛，怎么去打。但是他们已经对这些新能源车做一些反制了，但是你说一刀切那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反制工具后面还有法国的红酒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商品。所以说它只要欧盟记起了这些调查或是你准备对中国进行相关的关税的时候中国后面所有预备出来的方案就会慢慢的给你一支一个反制，它只是准备好了，它没有说它不去用你只要一出来它就会去用，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他们长期准备的所有的工具箱，会远比你这个4年或5年要换一次的政府更加的齐全。这个是一个实在一个事情这个你只要是一直换政府，你这变成是说你4、5年你整个的模式都要改变，那么你这个国家如何保持强盛呢？那个是有争议的事情，好吗？不要说美国都一直强盛，美国的强盛是基于2战这一场战争，它才保持了它的强盛，然后这个到现在数十年，不代表它过去一直都是强盛，也不代表它未来也会一直强盛。那我们看时间的时候要有一个公道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如果是说中国做出了这个乳制品的关税，会让欧盟尤其都损失的每一年损失会到5000万美元，5年就损失了2算是2.5亿美元所以这个对他们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欧盟的人口不多嘛，对欧盟人口大概就差不多，就比美国人口多一点但是比中国少得多，所以你的农夫当然也不会太多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欧盟就产生了一些内部的一个争议，就是说你是不是应该要去跟中国对抗？因为美国已经不可靠了，你再跟中国对抗，那你是不是完蛋？但是你不跟中国对抗，你要怎么跟中国竞争？那就变成是说，你必须要放下你的尊严，跟黄皮猴子去讨论我们怎么样的互利。那这对于欧洲的一个脸面来讲，它是放不下来的，就这么简单，面子放不下。欧洲人认为他们是世界的中心，哪怕他在北边，他们也认为他们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也认为他们是天朝所以说，当一个人的本位主义没有办法放下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会有问题。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在我们自己做人处事也是一样，你只要有我执以我为中核心去发展的任何的
说那什么高低跟尊卑的时候啊，你很多事情啊就受制于你自己的一个心态，你要去了解。举个例子来说，好不好？路边的保洁跟你这个什么 IT 产业的 CEO， 你身份悬不悬殊？路边保洁，你身份根本就不可以企及在你这个 IT 产业的 CEO， 你就是年薪那个几百万的，一年年薪搞过他一辈子的收入，对不对？说尊卑立现，是不是这么讲？但是呢，我们反过来看，当这个 IT 的董事长下班了，对不对？那这个保洁也下班，脱去保洁的衣服了，然后他女儿是你老婆，那么你他妈的你这个 IT 的高管有屁用？懂我意思吗？再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维度，你能不能弹性生活才重要。如果你一直以为我是我，说我到任何地方都有我值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啊，你做什么都不容易成功，因为你把一个身份定死了全部的时候，你自己所遭遇到所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会充分的影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然后这个现在欧盟就犯了个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他们没办法对中国低头，因为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什么？说白了，我值。好吧，就有这个执念，贪嗔痴里面的一个嗔跟痴都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欧盟现在你要怎么对抗啊？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愿意去低头来改变了你整个世界的生态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我相信10年内不容易啦，因为毕竟上一代人还没死光，下一代人不会成长，好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观念啊。这次去中国，其实我带小朋友去其实他们也有颇有收获，颇有看法，也是蛮有意思的，好吗？好，感谢那个 Raptor 23620感谢你的赞助谢谢赞助PHP 500块 PHP 抖一下好，感谢赞助，感谢大家的赞助，谢谢大家来，那个还有什么呢？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CDEX 很厉害你不要说 CDEX 豆包也很厉害我们后面还有一些该谈的这些事情看怎么看最后一集开发票老师记得开个电子发票。发票的事情我都有开，我在中国跟台湾所有东西都有开发票，我都按照规矩来的，好吧？多少人想要检举我，对我被这些各方都有检举过了，但是呢，我自有去，有些时候是忘记就被补税了，但大部分是没有问题我也有依法依规了，好吧？中国也是一样，好吗？这些我们今天讲不完我们下次再讲，好吗？这回我们下一次再讲。好，但是 AI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时间不知道够不够好，我们先讲一下 AI 好了。好不好 ？AI 前提它后面是有一个核心就是什么呢？美国的科技股亚马逊这连续9天的大暴跌造成是说你整个大家对于 AI 的产业后面的一个支撑者就是亚马逊产生的质疑。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各位这个问题就在我们2周前的直播里面我们就谈过，各位就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偶发事件。我们之前的直播就跟各位先去揭示了，揭出来这个一定会有产生的一些可能性的发生。为什么？因为呢，亚马逊它的科技这些相关的科技巨头它公布了什么 AI 资本支出计划，它是远超于市场预期的。亚马逊它在2026年的计划支出为$2000亿，$2000亿资本支出。各位要知道，这个算在 GDP 之内的我们之前有讲过，关于美国 GDP 是不是成长稳定的状况是不是它内需强劲，这个就包含在内。但是这$2000亿对于亚马逊来讲，它的同比激增超过50%。就是说呢，我流动现金只剩下50%了，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那大家会不会担心你经营上的困难跟问题呢？是不是？那么其他的包含微软、谷歌跟 Meta 他们也都是继续招致扣掉$2000亿之后呢，还有增加4300亿到4300亿或到5000亿以上的支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就变成是说你的现金你要不断的去支出去，然后去建设或做任何的维持或是算力的一些增加。那么这些资本开支会吞噬掉你原本这些企业所指导的利润。比如说呢，亚马逊过去12个月自由现金，也就是他手上的头寸他从$382亿降到了什么？降到了$112亿。等于说呢，他手上的头寸怎么样？打了3折。任何一个公司头寸打了3折，不要说你怕了，银行也怕，全世界的人怕。你没头寸你是不是调度有问题了？因为你已经少了只剩下3折，那你后面还能够承受吗？对不对？所以说它就变成大家质疑它，你未来维持有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跟我们前2个礼拜所跟各位讲的直播内容是相关的，因为你 AI 就算发展再好，它能不能回报？回报不能够不明显嘛？我们这2个礼拜前就谈这个问题，你回报是不明显的，所以它商业化变现跟盈利前景是非常不清晰的。你收个$20块一个月，$50块一个月还是你$200块一个月，你都不足以去支撑你这个几千亿、几百亿的支出，那么怎么办呢？因为百姓没有办法付那么多钱给 AI 嘛，
对不对？你付个几十块美元可以，你付个几百块美元，一般百姓做不到。但是你的工具又是面对到一般百姓，而不是单纯只面对企业。那么这个问题在这儿，就是你不能够卖高卖贵，别人不买，那你卖便宜的你回收不起来，不便宜不贵的，大家觉得你没有诚意因为后面竞争者很多嘛，都有这些的问题。所以说呢，现在科技巨头从高利润的软件模式转成巨额的硬件投入的模式，这包含了你要去买一个 NVIDIA 的东西啊，或者其他的事情，那么你是不是就需要这些所谓的设备的更新？设备更新的说，那 NVIDIA 会赚钱，那我相信它会赚钱的，它还有好几年的好日子过。但是问题就在于一件事情，问题就在于是说，它自己不能回收才是个问题啊，对不对？而且你这样子的支出显示你 GDP 良好，但是你实体经济的不好啊，因为这些支出它可能适合今年，适合2026年的硬体，但是2027年呢？2027年你是不是又需要另外一种硬体的支撑呢？那你能够卖得贵吗？你能够回收吗？那你是不是又在更新？你是需要及时更新的，你不能期待用既有的设备去承载未来2-3个迭代的 AI 的进化，那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说，过去我们在看 AI 能不能提高企业的效率，现在问题是在于 AI 会不会破坏现有的盈利的模式。最好各位去理解这 AI 能不能赚钱，能不能替企业赚钱，甚至能不能替 AI 公司赚钱，能不能替 AI 公司后面的设备商赚钱，这都是争议。所以亚马逊它能不能赚钱，现在就只成为了质疑，所以它就变成科技股的暴跌。所以说明明科技看好，但是老师之前2个礼拜跟各位讲，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办法回收。没办法回收的事情，那是有问题的。那刚才有朋友就讲到 CDance 它的一个图片的能力，然后包含了豆包 2.0， 因为前阵子我才看到 1.8， 然后现在进化到了 2.0 的时代。这里面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代表中国的一个 AI 迭代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迅速，而且非常非常的快。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就很简单一件事情是，中国的半导体的芯片是远远不及美国的现在的一个能力，但是人家有能源。能源它足够，因为它能源是有这个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还有火力发电，还有核能发电，各种发电都有。那么去维持你这些 AI 的进行，还有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所有东西在他们自己国家内部，所有从一颗螺丝的原料开采到后面制成的一个 AI 算力中心，都可以自己完成当然铁矿不一定了，但是稀土至少自己有嘛，对不对？那你成本是不是低了？是不是你要东西得跟他买，他卖你的不会成本价吧？但是中国内部的厂商给人家也不会成本价，但是会比你便宜吧？会嘛，因为这些都有实名登记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些 AI 的一些没办法让你回本的恐惧蔓延到比如说物流商业地产或者金融这些相关的问题，就是说 AI 到底是能够帮你，还是说呢它没有办法还是它可以创造产值？这个是有争议的事情，各位要去理解那个亚马逊 AWS它虽然能够基于这个去 AI 的红利还可以发展，但是它的资金基本上能不能花到有效性就是个问题了。对，还是回到我们2个礼拜前的一个想法，就是你投资下去的产出跟中国当地的 AI 公司投下的产出回来，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差异甚大的东西。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知道是说，现在有一个 Open Cloud 的这事情发生，就是开放螃蟹。好，这个东西跟其他东西 AI 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在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买了个 Mac Mini 去让这个 Open Cloud 的东西的这个变成它的载具。Open Cloud 的东西跟我们看到 DeepSeek 豆包或是 GPT 什么都不一样，它就是一个伪人就伪人就什么呢？它是个虚拟人格的出现，就是呢。这个 Open Cloud 它之前一直改它名字，因为另外一个公司他觉得你有盗用它商标的嫌疑。它这个系统最主要 AI 系统最主要是它不是负责语言模型，它也不负责任何事情，它负责用你给它的权限帮你操作 AI。那这个之前我们在其他的主题有讲过，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 Open Cloud 的 AI， 它叫傲笑世界。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开源它在那个开源的市场都可以让你去用。第二个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它可以去帮你操作 AI。帮你用 AI 操作你所有一切，你能够授权它的一个事情，你只要授权它最根本的权限，它甚至给你明天要怎么去叫车去出行，它都帮你预先做好了，它甚至可以帮你刷卡买机票，不夸张，它现在就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现在就可以做到事情，不是未来可以做这些事情。它这个东西就是在美国是超越了 DeepSeek， 超越了他们的 GPT， 超越了豆包，超越其他东西所能够达到的事情，就是它产生一个伟人的主动权，就是我主动依据我判断你的需要，
而帮你去处理任何的事情，只要你给他权限，他就可以帮你去做，甚至他可以帮你打电话，然后是打电话给你，他们美国网络电话嘛，他是可以打电话给你，跟你对话，而且用语言对话，然后还有任何帮你安排的机票啊，或者请假啊，或是写作业啊等等任何一切，你还想到的事情，你还没想到的事情他帮你做好，你想到的事情他也可以帮你做好。这变成是说，你这个后面所需要整体的算力跟 token 的影响处都会变得非常的高。各位去记得 ，AI 在这个2026年呢，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状况。只要 Open Cloud 它这个一出来，到后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中国的 AI， 我相信在3个月到5个月之内啊，他们会出现一个类似 Open Cloud 的东西。但是这个要符合中国的法规了，因为中国法规现在是不是允许这样子的？伟人级的，就是你的使用者第二人格帮你去主导你所有的 AI 模型，这是一个问号。当然，这个 Open Cloud 它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缺点就是在于说它的判断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它也是需要，比如说 DeepSeek、GPT、Cloud， 或者是 OpenAI， 或是其他的一些模型，然后来去参考是说他们的答案来去决定这个事情。但是问题是，它操作了其他的 AI， 这些 AI 给它答案也不见得是对的。各位要知道，那个 AI 它是容易以毒乱答的，好不好？你没有给它正确的问法，它是以毒乱答的。但是目前 Open Cloud 它虽然好像可以把你所有事都做完，但是它也有可能因为 AI 给它的错误答案，然后呢，它做出错误的决定，对不对？他觉得你这个心情不好有人说他心情不好，他就直接帮他写信给他老板说要请假，然后还帮他订机票去远方的小岛去度假。但是问题是，他有没有想到了，你请假如果不过会怎么样？如果是说你请了假，然后老板把你开除了，然后你又买了票，那你是不是完蛋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有很多的争议存在。但是呢，我们只能去反推去看，就是说 AI 在2026年呢是一个非要式的成长。2025年的今天 DeepSeek 出来了，它造成了整个市面上的对那个语言大模型的整个翻过来。但是你到现在，无论是 CDance 或者是豆包 2.0 或者是 Open Cloud 的这种状况，在今年只是开胃菜。然后各位去记得，这是开胃菜，它绝对不代表半年后的现在还是这样的光景。各位千万不要这么单纯的去认为这件事情。所以说呢，老师的一个其他的给各位的服务我会尽量用这些工具，让各位更低廉的价格去使用到老师给各位的一些服务，好吧？这个也是我在追求，但是体力有点不够了，尽量，好吧？所以说，我们从美国的这个经济来看就会影响到是说，它对科技上的担忧它是成立的。既然成立，那么美国现在所花出去的这些成本，大部分都是变成无效成本、资本成本、利润成本、分红成本，但是不见得是有科技进步的成本这个是有争议的，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忙碌一年的小年夜播，今天小年夜好，对啊，我们今天早上去买菜追回来。来，大陆的2022年对大陆有什么样的建议？2026年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建议？不要创业在中国你不要创业，在世界各地都一样，今年不要创业，不要创业，不要创业。哪怕你已经既有了事业了，请你要谨慎的进行的发展谨慎发展。任何事情你都要以现金为王。我在去年半年前就跟各位讲，就一定要以现金为王。你把手上的现金牢牢的握着，不要去投资。你不要跟我讲你有所谓的这些理财制度，我告诉你那都是假的。你不要投资，不要创业，你就享受的你们国家给你的岁月静好这4个字，你就赢了。各位千万去记得老师跟各位讲这句话。其实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你就是好好的掌握你的现金。只是中国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是什么呢？它对于这个强烈的百姓，你只要有现金，哪怕一个月有3-5千的进账，你只要现金收入高过于你日常的支出，请你就保持这样的状况，去迎接、去面对、去处理这2026年。岁月静好在你身上绝对有用，你千万不要是什么欲求不满，千万不要是什么你要讲的这野心勃勃无人扶我轻于智，我自贷款上帝下地狱，好吗？不要这样搞，都不要做，保留好现金，你们的国家会让你们衣食无缺，让你们能够和平的度日，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要说这样子躺平，我告诉你，这个时间点你就是什么都不做，比他妈做什么都来得强。世界就这么有趣，你什么都不做比做什么强，你只要放着就赢了。讲个很简单的，当前台湾人跑去了厦门买了一条街，对不对？什么都不做就买一条街，然后回来台湾继续打工，是不是？台湾人不是说只有一个人就是台湾人跑去厦门跑去深圳买了一些房子福州买一些房子，要回台湾继续当社畜。他什么都不做，他也不懂，
然后放着他们就发财了，对不对？那放着就发财了。所以为什么那投资报酬率高啊？所以你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说你懂得什么？你懂得以静制动，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吗？现金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把工资换成日元了，你完蛋了啊！你完蛋了啊！你这完蛋了。我说真的，你换成日元，你完蛋了，妥妥的完蛋。你在中国生活，什么都换成人民币，你换了其他币，什么币你都完蛋，哎，死定了，好吧？死定了，没救了，好不好？短期波动我们不说，但是呢，你这个是你的策略的话，你肯定完蛋。完蛋定的啊！不要去考虑，你完蛋定的，因为你在中国生活，你什么样的哪里生活就哪里的币。你在美国生活就换美金，你在日本生活你换日元啊。那你如果你不在日本生活，你在中国生活，你换日元你傻了，换成美金你也傻了，换成台币你也傻了，换成什么币你都傻了。哪里赚钱哪里花，一分别想带回家，你换汇都是输，好吗？都是输的，好吗？好，所以说这个东西要各位去记得。好，那接下来我跟各位已经谈最后的5分钟，我们谈一下黄金白银的问题，好不好？黄金白银，我知道大家一定会问，啊，回家会去问，那我稍微讲一下，跟各位多借个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之前大跌，跌到爆了，爆炸了，但是后来有人问我说：“老师，我这要卖啊，这怎么办呢？”我说：“你就放10年，你一定会赚。”啊，我等不了10年，等不了10年，你干嘛买呢？我就跟你讲，10年线的，对不对？你一定会赚，时间性的问题，最差最极端的是10年一定赚。通常你大概几年就赚了，也有可能隔天就赚了，对不对？就说现在现在黄金是不是又从原来的5000，然后跌到4900、4500，然后后面又反弹回去变成5000，又回到5000，周涨幅是不是也很高？所以说你去担心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哦，你就买黄金就对了。黄金你最好是买什么呢？我跟各位去讲一件事情，黄金啊，你想买现货啊，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现货有个麻烦，就是你买到黄金是不是真的，这是第一点啊。不要说哪里买黄金一定是真的，我不是很能够确定你哪里买黄金是不是真的了。这世界上造假的功夫实在太强大了，所以我不能说你哪里买一定是真的。但是如果你买的是真的现货在家里啊，也是好，但是你有没有可能遗失呢？有没有可能被盗卖呢？那这个都有可能，每个人家里都有可能有那只看不见的手，或者临时的状况导致你突然以为有东西，到后面突然打开保险箱，发现它消失了 ，disappear， 没有了，完全都消失了，变成空气了。那之后你再去想这些事情都没有用。所以最好的方法，社会建议啊，银行都有卖这种在台湾就有黄金存折，对不对？你买的是账面上的黄金，但是你可不可以把它随时换成台币，或是换成人民币啊？在中国换成人民币嘛，台湾换成台币嘛。那直接买有一克买1克哦，你没有就这个月就剩下了这个结余剩下1万多块，那我买1克，哎，那你这就可以，你知道买1克那可以，对不对？因为它决定就以克交易嘛。那你不要去买金豆子，金豆子他妈滚来滚去滚到不见，你知道会有的好吗？所以你就买1克，账面上就这样1克，那你要卖掉的时候，那就再有可能赔，但是放久你一定会赚嘛，保证会赚，绝对比定存好赚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去做呢？是不是？摆的10年线它一定赚，不可能不赚。你去把过去所有黄金交易抓出来，任何一个时间点抓10年它一定赚，还是一个基础的科技逻辑，不是我陈老师特别厉害，它叫做通货膨胀。你通货膨胀，那你一定赚的嘛，因为黄金是跟着币值去计价的嘛，对不对？你通货膨胀，你是不是你一定赚？抗通膨的东西，你不是靠什么基金股票，你他妈靠黄金，你是100%稳定的。连国家级的金融操作都需要囤积黄金的。那么你告诉我，你他妈比他厉害是不是？哦，人家老师，我要去靠基金，我买股票，我要去靠通膨啊！哎，买黄金就好了，好吗？稳赚的事情就我可以告诉你，发财的事情我不会，但是稳赚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你了，好吧？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好不好 ？Look at my eyes， 对不对？好吗？啊，那黄金这个这10年一定赚的。那么白银是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问老师白银该不该买，那时候白银涨很凶的，但是我还是回一句，我是一个算命的，你私下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跟你讲，我不知道，我不会，我不明白。因为我跟你讲，永远就只有黄金。你去问我其他的东西，我只能说，白银它是个工业必需品，我就只能这么讲，它是工业必需品。那我没有说它是保值品，你知道吗？你又不大清朝，你他妈用营养生活的，对不对？你大清朝我就跟你讲白银你需要，那你不是大清朝，你也不是大明朝，你也不是什么有蒙古国，你用不到白银啊。你白银也只能放家里啊，对不对？买几吨都没用啊。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快速变现的东西嘛，是不是？有些银都还不收银呢。对不对？有些人还不收益，除非你有价值，比如银元，对不对？这个袁大头签名版的啊，那你就是身价翻3番。那个不是它没有用嘛，它是一个工业必需品，它会不会有价值？它一辈子都有价值。但是你要期待炒白银致富，我是真的觉得，好，我不讲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黄金的10年线你一定赚，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白银你放几年一定会赚。
然后说你就变成投机了，投机事情你不要来问我，好吧？我就跟你讲，就黄金摆10年你会赚，其他东西你不要说衍生出来。老师，那其他关键是铜呢？铜也是需要，那你问我干嘛呢？你去问其他专业人员，我他妈就是个算命的，我算出来就是黄金一定会赚，我就告诉你答案。其他事情呢，我不做回答，好不好？白银它暴跌后反弹是有，但是它其实基本上还是跌的，就是变成它是一个期货型的商品，它是期货型商品，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去理解啊，它的需求性并不如黄金高。国家有没有白银储备？有，国家是有白银储备的，但是它是以工业必需品为主，它不是以这个变现性高为主。那其他国家呢，他们都有各自的黄金储备，就是因为他们给他们的币值做压仓。好，现在不是金本位，我知道，不用你告诉我，它现在不是金本位，但是问题在于说哪个国家敢没有黄金？除了阿根廷，对不对？阿根廷那个经济不起来，跟他自己储备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你的币值要强稳定，你一定要黄金去压仓，不用多，但你要有，懂吗？这就是什么？基本上让别人信任你的法偿效应。各位去理解这件事情。那后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包含美国就业数据强劲啊，后面还遇到什么问题？还有是中国对台的工作会议，这些我今天都讲不到了。后面还有很多，我今天准备了很多，我准备了40几页的资料啊，我现在只讲到了26页，好吧，26页，讲不完，再讲下去就要1个小时了，好吧？我还没有吃晚餐呢。所以说了啊，感谢各位这一年的支持啊！明天就是除夕夜了，老师希望啊，各位在我们的新的一年啊，虽然现在已经立春了，已经是丙午年了，那我们希望各位在这一年啊，你要谨守至此啊，知道现在老师预先告诉你了会发生的事情啊，算命就告诉你会发生的事情嘛，我已经告诉你的这些事情，就是现金为王，你在哪里生活，哪里的钱币，你其他的不要去想。不要投资，不要做什么。你真的想发展，那你就要发展自媒体。今年是风水的贪狼年，贪狼年，记得贪狼的年，风水上的紫白飞星，贪狼入中宫。贪狼入中宫就是有利于广告、公关、媒体行业。你任何的行业，你只要脱离了自媒体，那么你的发展的层面就会低，那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情。知命懂命会用命，你知道这个天使就贪狼开始入到风水中宫了，你无论如何就是要发展你自己的中宫的强势，你就是发展你的自媒体。对不对？你要发展好你的自媒体，那不要说我怕出镜，你怕不怕穷？我就问你，你怕不怕穷？你怕穷，那么你就得发展自媒体，然后你克服你的恐惧，你才能够提高你的认知，你才看到更好的一个世界。那其他方面，自媒体基本上不花什么钱，因为现在平台都很成熟，无论是 YouTube， 无论是 Trade， 无论是 Facebook， 无论是小红书，无论是快手，无论是抖音，无论是 B 站，都非常的成熟了。是不是？那么你就应该去做，为你想办法去给各位去让自己的事业更提升一步的话，你就需要自媒体。我的瑞盛系统是免费开放给各位使用，但各位使用的程度不高，没关系，反正我提供在这里嘛。各行各业你可以尝试用这个帮你写剧本。那目前它的功能是在这里，那其实会不会有其他功能，以后再说。但是请记得，媒体产业跟保值现金，肯定你是你岁次丙午年不争的事实。那我们在明年呢？明年就更加的火爆了。那我们等半年后，我们再议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一年之初在于春，既然在于春，明年就是明天除夕，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那么各位一定要去记得，只要放完年假，你该做什么？这几天时间好好休息，你要明白老师跟你讲的事情，好吗？好，来。黄金保值避险只是很贵，少量慢买，吃掉没有错啊，一颗一颗买。像老师这种比较没钱的，一颗一颗买，我现在买不起了，因为我下一次全家旅游出去一次又把我掏空了，感觉身体被掏空，不是身体没掏空，我吃的都好吃的，但是呢，我感觉我钱包被掏空了。感觉我钱包被掏空了哦，因为这过年机票很贵，你知道吗？那过年机票超级贵的，对不对？带我们的小孩还有前女友，我们去看各种表演啊。其实中国的表演蛮有特色的啊，大好河山呢，野生丽人，叹为观止啊。这老师还去看了秦皇陵啊，那个兵马俑了，去西安不看兵马俑，好像怪怪的。虽然我自己不是很想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小孩看一下什么是兵马俑，对不对？都来了嘛。他们还有去看那个什么叫什么剧场，叫做西安事变啊。如果你到了西安参观兵马俑，去华清池，如果他推荐你去参加看那个西安事变的话剧，不要去难看死了，好不好？难看死了，他妈有够难看的哦！真的妈不知道在讲什么，妈那个剧本他妈安排乱七八糟，妈跟中国妈年初期的那个样板剧没什么两样，乱七八糟。我更觉得只要是那个我前女友跟我讲，只要这个导演编出来的戏啊，他就不再看。对，我也觉得我也这么认为啊，乱七八糟，那西安事变，对不对？你可以讲历史没问题，但是你演的乱七八糟，我在这里大声疾呼啊！你台湾人如果去看那个西安事变的那个在华清池那边看的，不要去看了，难看死了，好不好？其他的比如说你那个长恨歌啊，或是你那个
复活军团呐，都可以去看啊，那个表演很棒啊，真的是炸裂，真的是炸裂，好吗？真的是很糟啊，那个虚幻四面怎么可以拍的这么政治正确之外，他妈还可以讲话讲他妈口齿不清，然后呢拍的乱七八糟，我在剧里面我就睡着好几次了，你知道吗？那不知道你在干嘛，逼蒙蒙的，乱七八糟，真的是。人民币在中国购买力提升，就是要换日元这个是个人看法，但是我是比较赞同曾辉的看法，好吗？北京4环自住买房，2026年可以买吗？你自住买房，你买到北京4环，你不如买天津除非你要学区房啊，不然你天津的房子不是超便宜的吗？对，那买天津房不是便宜到炸开来，你还可以坐高铁上班，是不是？我不觉得北京4环你的4环，你的东4环、西4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在4环去买的价格还是明显的比天津来的高，而天津离北京，你的第一个你在4环那边通车就要进到城，你要到1、2环去上班，你的时间可能跟天津搭高铁去那个1环、2环上班，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太多吧。我绝对不会差太多了，你开车肯定是不行的嘛，一定要限号第二个塞啊，对不对？就是你去买4环买房子自住，除非你要的是北京户口。你要的是北京户口，我没有办法去阻止你做什么都是如果你单纯就是为了住宅需要你已经有北京户口了，你只是住宅需要分家出去开一个新的小家，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北京户口是一回事，那你要去买房便宜的是一回事，但是目前来看呢，基本上房价它基本上还会处于一个稳定缓跌的状态，稳定但是缓跌，就是说呢，它的变化不会太大，你再折个5%、10%是可能还是会有的。那房价嘛，这个东西随着它的一个政策的改变价格都会越低。比如说这个中国也有发出一个跟老师之前所预测是一样的，因为人口的下降导致说未来房子不值钱这个其实中国有发出报告来的，但是这个问题老师在3年前、4年前已经跟各位讲过了，你这个生育率下降的事情会导致你在中国的房价也会跌下去，而且它是不可逆的，因为你不可能因为在某一个00后突然愿意生个5个8个孩子，对不对？你60后、70后你可以发，你可以生个5个8个孩子，但是你现在你怎么00后你生5个8个孩子，他愿意结婚，他妈就已经感谢天天、感谢地、感谢姥姥了。对不对？那姥姥那边留下来的房子，他妈都有启动，是不是？那你现在的房子，你说保值基本上不可能，那你要自己去说你要有个学区，你要有一个户口，那这是另外一个打算，好吗？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事情，好吗？这样各位应该可以明白。好了，多占用各位10分钟的时间，不好意思那在这里，老师还是恭祝各位在我们岁次丙午年升官发财，一马当先，赤马鸿福，大家阖家平安。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